外网疯传的暗黑版童话《狮子与老鼠》到底有多恐怖？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可你防得住外人，防得住身边朋友吗？残暴的狮子抓到老鼠后，非但没吃掉它，反而跟它做了笔秘密交易。老鼠就第二天去找他4个最好的朋友，结果每到一家，朋友就死一个，并且死的一个比一个惨。可奇怪的是，老鼠见状第一件事并不是逃跑，也没有报警，而是掏出自己的小本子，在朋友的名字前打了个对勾。朋友们为何会接连惨死？他跟狮子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作为一个只有29个粉丝的惊悚电影博主，我将用55年的时间为我的29个原始股东讲解全世界经典恐怖片。温馨提示，本片过于阴暗，建议艾特你胆小的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一开场，这画面整得还挺温馨。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翻箱倒柜倒腾出一盘老录像带，嘴里还念叨呢，说这是她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《狮子与老鼠》。你说这老太太也是心大，不知从哪儿搞的录像带都敢往机器里塞。动画一开播，主角小老鼠就登场了。这小家伙收拾行囊，说要去找4个好朋友玩，2礼拜没见了，想得慌。收拾好一个小背包就准备上路，里面装的手电筒、三明治、一瓶水，还有一个小本子。就是这个本子，就是贯穿整个片子的恐怖伏笔。本子上工工整整写着4个名字，就是他那4个好朋友。紧接着，小老鼠哼着小曲儿就出门了，一头扎进了幽暗的大树林子。他哪知道啊，从他踏出家门那一步起，就已经走进了一个早就写好的死亡剧本里。这森林里阴风阵阵，树影婆娑，咋看咋不对劲儿。可小老鼠跟没事人似的，照着地图就往前走。头一站，他来到了好朋友小鸭子家。你猜怎么着？小鸭子整个身子被拧得跟麻花似的，身体直接整成了3折叠，看着老惨了。换正常人看到好朋友死成这样，不得撒腿就跑。可这小老鼠呢，他浑身哆嗦，脸都吓白了，但愣是不跑。然后他颤颤巍巍掏出那个小本子，在鸭子的名字前面啪打了个对勾。你说他害怕吧？他确实害怕，浑身跟筛糠似的。可你说他不害怕吧？他这动作咋比打卡上班还熟练呢？这就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啊！这里头绝对有猫腻。小老鼠打完勾，抹了把汗，继续往前走。第二站，好朋友小浣熊家。到地方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哥们儿比鸭子还惨。浣熊整张皮被完整的剥了下来，跟块破布似的扔在路边草丛里，那味儿老臭了。小老鼠站那儿看了半天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麻木，然后又掏出本子，啪，第2个对勾也打上了。你说这怪不怪？连着2个好朋友死了，他不报警，不喊人，不逃跑，就跟完成 KPI 似的，到一家打一个勾。这时候你要是还觉得他是无辜的，那你可真是被他这副可怜相给忽悠瘸了。天彻底黑了，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。小老鼠打开手电筒，那点光跟萤火虫似的在黑暗里晃悠。他摸着黑找到了第3家好朋友小松鼠，这一次更狠，松鼠直接来了个身首异处，脑袋没了，就剩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挂在树枝上。小老鼠看到这一幕，心理防线彻底崩了，腿肚子都转筋了，可他还是没跑。掏出本子，手都抖成帕金森了，把第3个对勾打上。3个好朋友，3种死法，一个比一个磕碜。小老鼠这时候已经快疯了，他心里肯定也在犯嘀咕，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？可他咬咬牙继续往前走，因为名单上还有最后一个名字，狐狸。等他连滚带爬赶到狐狸家的时候，狐狸正被绳子吊在树枝上呢，出气多进气少，就剩最后一口气了。狐狸一看小老鼠来了，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嗓子，可话音还没落呢，一个黑影歘就下来了。幕后真凶终于现身了，原来是一头狮子。这狮子把小老鼠轻轻一提溜，就跟拎个小鸡仔似的。不过看他脸上那表情，并不是猛兽捕猎的凶狠，而是一种戏谑的变态的微笑，就跟猫玩老鼠似的，享受得很。这狮子的恶从来不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它就是享受掌控别人生死的那种快感，纯变态一个。生死关头，小老鼠爆发出了求生本能，嗷唠一嗓子，连包都不要了，从狮子爪子底下哧溜一下就钻出去了，拿着手电筒玩命往森林深处跑。最让人窒息的是啥？身后那头狮子根本不着急追，就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，脸上还挂着那抹瘆人的微笑，扭着头看小老鼠跑，就跟遛弯似的。他笃定这小老鼠跑不出他的手掌心，就是要享受猎物绝望逃窜的过程。小老鼠慌不择路，一头扎进了一个山洞里，本以为找到藏身之处了，结果进去一看，妈呀，这哪是山洞啊，四壁方方正正，规整得很，根本不是天然岩壁，看样子是人工修的一条封闭隧道，纯一个死胡同。小老鼠当时就懵了，转身想跑，狮子已经堵在洞口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往里跑。可跑着发现隧道居然还没挖通，前面是堵死的，退也退不了，进也进不去。
小老鼠彻底绝望了。狮子一个猛扑，把小老鼠按在地上，那爪子对着小老鼠的脸哭哭一顿挠，小老鼠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当场就没气儿了。就在狮子准备开饭的时候，砰一声枪响，划破了黑暗，一颗子弹精准地打穿了狮子的心脏，狮子嗷一声惨叫，扑通倒地。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驴子猎人，这猎人赶紧跑过去看小老鼠，一摸鼻子，完了，彻底没气儿了。猎人惋惜地叹了口气，心说这正义咋总是迟到呢？殊不知这猎人犯了一个大忌，就是杀敌不补刀，这也为以后埋下了后患。果不其然，他转身想给狮子再补一枪，结果一回头，狮子早跑没影了，刚刚还倒在地上的狮子凭空消失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隧道深处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驴子猎人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这狮子没死。就在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一声咬碎骨头的声音响起，从这就可以看出，这个猎人最后也被狮子给干掉了。看完录像带的老奶奶满脸错愕，嘴里反复念叨，我小时候看的童话不是这样的啊，这也太血腥了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全片最细思极恐的画面来了，老奶奶脸上的疑惑歘一下就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阴森森的微笑。那笑容我说咋有点眼熟呢？后来才发现，这个老奶奶跟动画里那头狮子的笑一模一样，她直勾勾地盯着镜头，用一种怪异的语调轻轻说了一句再见，片子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可事实上，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。你以为小老鼠是无辜的受害者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本笔记本根本不是什么访友名单，那是小老鼠亲手写的献祭清单。这场悲剧也根本不是什么宿命诅咒，而是小老鼠跟狮子早就谈好的一笔魔鬼交易。原版童话里咋说的？狮子放过老鼠，老鼠知恩图报救了狮子，双向奔赴的善意。可这暗黑版呢，直接给你掀了个底儿朝天。当初狮子抓住小老鼠的时候，为啥没吃它？不是心软，是他俩做了笔交易。狮子放小老鼠一条生路，小老鼠呢，把自己4个最好的朋友的位置和行踪全交给狮子，作为换自己活命的代价。你细品，这就全对上了。为啥小老鼠看到朋友死了不跑不报警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，每个朋友住哪儿，啥时候死，死的顺序全是他亲手写在本子上交给狮子的。他每到一家打个勾，那不是害怕到失控，那是在确认任务完成了没，确认朋友死透了没，防止有人活下来找他报仇。他那副浑身哆嗦胆小可怜的样子全是装的。那最后那场追逐戏呢，其实也是演的。狮子不紧不慢跟着，面带微笑，那不是玩弄猎物，那是配合搭档演戏呢。一个负责收割性命，一个负责换取生路，俩人默契配合，整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大戏。那驴子猎人呢，他那一枪看似终结了邪恶，实际上呢，把真相永远给埋了。小老鼠最后死了，你以为是报应，那是交易之外的意外，他自己都没想到狮子会针对他下手。而凭空消失的狮子说明啥？说明这头狮子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野兽，它就是不灭的恶念化身，物理伤害根本弄不死它。这场黑暗交易永远不会终止，最后那个老奶奶的微笑才是真正的王炸。这盘录像带根本不是动画片，它是一个能篡改记忆、侵染人心的诅咒媒介，谁看了谁就会被同化，从疑惑到接受，最后露出和狮子一样的微笑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黑暗的交易、人性的恶、背叛的原罪会通过这盘带子一代一代传下去，生生不息。所以你说这片最恐怖的是啥？是那些血腥的死状吗？并不是。最可怕的还是人心，是你身边最亲近最信任的朋友，为了自己活命，转手就能把你卖给恶魔。这世上最致命的恶意从来不是陌生人给的，而是身边人的背刺。童话把人性美化的贼拉温暖，可现实呢，在利益面前，所谓的情谊往往不堪一击。小老鼠就是现实里太多人的缩影，被规则裹挟，被恐惧驱动，为了自保什么都能牺牲。而狮子呢，就是那永远消散不了的恶意和强权。那猎人呢，是那不彻底的正义，关键时刻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老奶奶呢，就是所有凝视深渊的旁观者，看着看着自己也变成了深渊。说白了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掏心掏肺对待的朋友，说不定哪天就把你名字写在小本子上了。这世道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